今天给各位云业主汇报一下，就是你们比较关心的问题进度。已经等了14天，今天终于把这个架空层的模板要拆掉了，准备要做上面的了。这边厕所的位置一拆开，上面就在不停的流水。因为上面这里的话是下沉的35，前段时间下雨，水一直关在里面。然后有一个止水节嘛，模板一拆开，止水节那里就不停的把水全部流下来了。这个就是每一层做好之后，要等个12天就比较麻烦，因为等的日子确实太长了。之前那个蓝图是 A3 纸打的，太小了，很多都看不清楚。然后我又重新去打了一个这个 A2 纸的，等一下交给师傅他们拿去配筋，才能够看得清楚一点。这个就特别大了。这些钢管和木板拆掉之后，还是有点像房子了。刚才模板拆开那个梁上面哈，有一个地方有一些小孔，现在叫这个师傅过来补一下。这个梁的震动是没有打好的，两边都有一点点漏。这个角落里这里也是有一点点漏的。拆模的时候，这个止水节耳朵已经被扯坏了。这个止水节的话是给楼上用来供水的，穿管子。然后旁边这个大的是厕所用的，这个大的还没有弄坏。4个人拆了1天都没有拆完，搬了一些东西上来了，边拆再边搬。开始搭上面这一层架子了。每一次看到这个搭架子的话，感觉就快了。一般情况下，最多1个星期就能够把这一层做好。看了最近的天气预报，这一周都没有雨，就是比较热。尤其是像这一层的话，是在这个露天干活，太阳晒着就更热了。我们这里是4月1号开工的，到6月1号的话2个月，2个月的时间就做了一个架空层，然后上面的话应该还能做1层。主要就是我们这个地基太费时间了，费了20多天的时间，下面是岩石，然后打了很久。邻居家的话差不多也是快开工1个月了，他们明天就可以浇筑，把地基全部做好了。他们这个房子是我在这周围附近见过做的最好的，并且最标准的，没有之一。然后他们的这个房子，我觉得每一个细节都做得特别的到位，因为邻居家的大哥他就是做建筑这一块的嘛，所以说非常懂。现在里面还做了一面剪力墙，然后这个墙体的钢筋，还有地平的钢筋、梁的钢筋，全部都是连在一起的。他们这个是先做的成台基础，光基础差不多就用掉了100方的混凝土，然后再用砖来砌起来，把模关好。最后是打一个垫层，然后再来铺丙纶布，这样子可以防潮嘛。然后现在再来扎梁板，铸这些钢筋全部扎起来一起，最后再来浇筑，真的看着就特别的舒服。如果他们的房子比我们先修的话，我们应该也会参考他们的这个做法，因为这个做法确实做得特别的好。前几天我都在想，以后我们这里要是建房都按照这个标准建的话，绝对的可以说是100年大计了。前几天我们不是做了防雷接地吗？然后有很多朋友说要用这个镀锌原铁在顶楼上面围着房子焊一圈，其实这个是有计划的哈。镀锌的原铁都已经买回来了，一共买了20根，120米。然后这个的话是接地线用的镀锌角钢，就比那种镀锌的圆棍子要好得多，因为它的接触面就更广嘛。也是买了6米，到时候把它锯成3个2米的，砸在地下去。到时候就给它砸到那外面化粪池旁边，比较潮湿，并且有泥土。因为这里面的话，大部分都是岩石，2米肯定是砸不下去的。外面就泥土稍微多一点。每一次一建房啊，只要一开工，就感觉1天的时间过得特别的快。就是我们这里那种很多小虫子，我们喊的妹妹儿，特别多，咬到人真的是心焦破防那种感觉。现在回去查上一点那个花露水，基本上5点多了，他们师傅们可能也快要下班了。农村的话，到处都是这样子，一片片绿油油的。今年由于雨水特别的好，给大家看一下这些玉米，真的是长得特别的好。你不好热呀，找妹妹搞这种树，小朋友过来，爸爸玩一下，拉一下你。你不去理个发呀？那么头发那么长了。老本就是什么都要管，没有什么他不管的。算了，我去理发了。